嗨，大家好。大家早上好。看这里的海景怎么样？我们马上就要结束在沙巴的游程了。哎呀，这想起来啊，在大马真是一个流浪的过程，它有多重的含义啊。当然，王太早上用了一个词叫什么？见异思迁的过程。见异思迁，就喜欢一个，接下来又喜欢另外一个，怎么说呢？请听我们细细道来。如果你是新朋友，大家好，我叫威廉，和全家2023年开始生活在大马，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今天是我们生活在大马的第1176天，我们就要看一下人生的下半场，在一个新的地方到底会生活的怎么样啊？欢迎您点赞啊，来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好，现在就开始了。我觉得说到见异思迁的更多的感觉就是你去了马来西亚更多的地方。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吉隆坡之外的地方之后，你发现去到一个地方就会好像对这些地方又重新去衡量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环境的一种衡量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比我们生活的地方更适合养老。然后你每次去到一个新地方，你都会又更喜欢这个新地方一点，又把前面一个你想好的我将来要来这里养老的地方又把它推翻掉。所以你看我们有2条线啊，今天展开来说。到大马本身是一个流浪和见异思迁的过程，而同时呢，我们喜欢的城市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盘点给你来听。第二一条线呢，既是我们身体上出来啊，但是心理上，你看王太说的，他更多偏向是喜欢一个城市，发现不对啊，我又喜欢下一个，心理上会怎么样变化？那么就一个一个来说吧。我先来是讲啊。对任何中国出来的人来讲啊，大部分大家对大马的印象，我想很多人会停留在槟城这个城市。像我们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来旅行，吉隆坡都没有来玩，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了槟城，因为槟城的华人最多，是应该说是很多人的第一站吧和首选。对，这边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这种我们中国南方城市，我记得好像槟城福建人也是特别多，这种淳朴的，然后非常质朴的好客的之情。虽然把槟城放在第一站有点悲惨意味着它很快就会被见异思迁了。但是我们7年前到大马旅行时候留下的很深的印象，对马来西亚人都特别好，说话很平和，非常 nice， 很讲他们自己做事的规范原则，都是在槟城留下来的。应该说是我好像一直在拿记忆当中我们2018年去过的这个槟城作为一个 benchmark， 然后去对比我们去过的其他城市。因为我们是在2024年的时候又去了一次槟城嘛，事隔6年再去槟城，感觉槟城感觉更像新加坡了，车子就更堵了，更 fancy 一些了。对，然后你感觉商业化的气息就是这种想要做游客生意的这样的一个昭然若揭的这样一个展示整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味道。我发现你喜欢的城市就是要我不急着做你生意，然后它自有自己的一种节奏。对，就是它既适合当地人能够好好的生活，然后又能够对游客就是2018年时候的槟城是我记忆当中那个挥之不去的这个亮点了。这个要让很多人失望了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喜欢槟城。那不打紧我们就是讲自己个人的真实的心理的感受。来，王太说说看，下一站你又喜欢上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改变我想法的是去这个柔佛。柔佛，那就是2年前的一个华人新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踏足到柔佛，去了很多的城市。对，去了利明达是我们合伙人的老家，我们过新年，然后杨哥，对吧？他们家乡。杨哥带我们去了这个五吉甘蜜，对，还有在沿途他带我们去了班卓。金山，对，金山，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很迷人的地方而且那些地方就是又干净又整洁，完全不像我们去过的像怡保这种感觉，好像是适合年纪更大的80岁左右的人这样的生活，就是你感觉是特别是五吉甘蜜，很多年轻人都回到五吉甘蜜去创业了。这个五吉甘蜜这种新潮的程度也是很有意思，但是又非常宁静。我要承认我中间心里去流浪过2个地方，我也觉得很喜欢的。
怡保、马六甲。OK， 而且一度我们还做过节目嘛，是吧？是一开始是怡保，哇，好吃的很多，慢节奏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自然风光。但是后来呢，我又觉得马六甲好像也很不错呀。是的，有些地方道路很宽敞，它虽然非常有名，但游客也不是多到不能接受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很安静的一个 town。对，我觉得马六甲我们也去过3、4次了，然后每一次感觉体验是随着自己开车去，跟你是在那边没有车，然后坐大巴，然后打 Grab 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有了车，你用车去丈量这个马六甲，然后像马六甲人一样生活，你有收获到不一样的那种态度。尤其是我记得我们有2次晚上来到机场街附近去看那些老旧的建筑，我们去看那些。那个是叫堂号吧，一间一间屋子去看，然后白天又去看，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是它那个门楣上面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一些印记啊，让人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对，所以马六甲也是很不错的，马六甲也是建议4000过的一个地方。对，我们说建议4000，应该不是说就完全不喜欢那个地方了，对，而是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更加适合我养老，每次都是更加适合我养老。对，就它还是在 waiting list 上，但是更新的一个地方，嘣。又会跳出来，好像能够说，你看我的排名是不是更加靠前啊？暂时领先。好，那么后面你又建议4000了，哪些城市啊？来一个一个盘点一下。我们还建议4000过金马仑，至少对我来说啊，还有文东。金马仑我们是多久去的？先去了文东。我金马仑去过2次嘛，每一次去都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都是第一次觉得雾气太大，觉得这地方如果将来老了风湿了，这么湿度大的空气好像不太适合。第2次我住了一个挺好的一个酒店式公寓，又感觉那个地方游客相对来说相对少一点，又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气息，好像还挺不错。好像分别是2年半前和半年前去的，觉得确实这个气候啊很宜人，感觉会更加老一点，但是干扰也是比较少，哇，就是那种物理上的自由带来心理上的自由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吃的蔬菜很多，水果也有。对，金马仑不喜欢的地方，然后又跟这个以前的那个槟城一比，感觉说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也是它的那个旅游气息，其实商业气息还是相对比较浓，还有就是堵车的这个问题。就是隔壁州凡是有放假，不论是马来人的、华人的，大家都要度假呀，一度假就都到山上去，那就一下子变得非常塞车啊。我们隐隐还担心一个问题，就如果作为养老的选择的话，那么在金马仑，假设你要下山去怡保或者再去槟城，那这个整个路程是很久的，光下山可能就要1个小时的时间。对。所以立刻就建议4000，因为机缘巧合，我们的观众间、我们的朋友还有顾客，JoJo 邀请我们去他们的这个非常美丽的霹雳的江沙，还有太平、18丁。我觉得去年去了之后，哇，一下子又建议4000，一个一个被震撼了，是吧？真的是啊，18丁、江沙，还有太平啊！我记得有一次在酒店，你们早上还在睡觉，我出去走路，我就录了1集，我就说，哎呀，太平又颠覆了我一个又一个之前喜欢的城市，有这种感觉。他是说，我真的不想发展，但是呢，你又不觉得他就像班上那种智力特别高，但是呢他又不想特别努力学习的，你感觉他稍一努力吧，他那个成绩挺不错的，你觉得太平不是这个店还蛮新的吗？那个挺有意思的吗？但他明明很多的第1名都在太平，明明它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它这个公园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就让你感觉整个城市又是一种让人感觉舒服的、不被打扰的这种感受。对，所以太平去了之后，很快我们没过几个月，他带着爸妈又去了1次。对，然后最近又去过1次，对吧？是，都感觉不错啊。对，18丁。18丁那就不提了，更加喜欢了。对，也去了2次、3次了。3次了，你去了3次了，对吧？对，它是个渔村，那就很特别。这次我们在18丁住了1个晚上，早上去看这个渔港，还有去他们的那个红树林，包括去早上的 Kopi 店。我感觉这是很鲜活的，然后人情味道特别特别浓的一个地方。还有好吃的比较多，我们应该很难忍受好吃的比较少的地方。对。还有当初我们在路上沿线经过的这个金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比起怡保，我就觉得反而更加适合一点。对。那个我们吃到的那碗超好吃的那个乐沙，对吧？我从来没有吃过乐沙，我以前看你吃我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很重口味。对。
吃到了之后，我折服了。而且里面还是带猪肉的，你看，对，各种文化都在啊，水果的啊，蔬菜的清香，鱼肉的鲜甜，猪肉的啊丰美都有。对对，哇，这个也是一个。对，我记得啊，我们什么时候啊去的沙拉越古晋，我当时也是挺喜欢的。对，我还形容为是大马的新西兰啊，又空啊，这个路也非常不错啊，对吧？这个也一度是喜欢过的，但我隐隐的觉得古晋，我觉得好吃的还是少了一点。古晋的话，来了亚庇之后，你又发现，哎呀，不行啊，完了，亚庇又取代了古晋。为什么这样讲？我是觉得亚庇它似乎吃的东西方面更加现代化，尤其是我喜欢吃的一些美国风味的这种 barbecue 啊 grill house，这里简直是随处可见，而且每一家对。都有它的这个很有特色、抓人眼睛，然后又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对，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健身，你喜欢吃很多的蛋白质肉但是呢，你又不是说你的选择还要多一点，那这里还是一个少见的好地方。你可能吉隆坡都不懂去哪里找这么多做得很不错的烤肉，对吧？对，然后我觉得我这个社恐人吧，我来到了亚庇之后，我就真的很喜欢跟人家用英语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发现这边看上去都是非华人的脸孔，但是他们性格更加开放，然后英语特别好，跟你交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障碍。可能我们英语听力没这么好，当他们发音没有很强烈的这种口音的时候呢，对，我们好像更容易听懂一点，对吧？我也觉得是。可能你用英语的时候就是客体化，好像是我之外的那个不常用的我备用拿出来跟别人沟通，就比较自然，比较能够聊得起来。对，然后在亚庇你会发现说这种 international foods，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应该缩小范围说美式的这种烟熏的 smoke house，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风味非常的正点。就跟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然后我们一直去美国旅行，吃到了那种乡村的非常正宗的这种烟熏果木味的东西，就是说完全就是记忆当中的完全是贴合的那种感觉。哇，就是我感觉是老鼠跳到了米缸里啊！对，我们才来几天啊，实际上这边沙巴沙拉越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玩，因为我知道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有大河大水，它有高山，有神山，对吧？它是很多人喜欢在新建的高速公路上去环岛，它旁边还有文莱，有很多很多的森林、国家公园，我们都还没有去到。如果供你探索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是我今天早上感到非常让我触动的一幕是什么呢？我就是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亚庇的物价还是相对比较高嘛。直到今天早上我们两个清晨散完步之后，来到了这个嘉雅街的一家琼万兴，然后吃到了8块钱一碗的牛肉都捞不完的这个牛肉面。然后还有1.5块一个的各种风味的这个烤包，还有蒸包，哇，这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原来还是可以这样去平价的去生活。然后放眼望去，7点多钟的殿堂都是坐着那种头发梳得非常的整齐，对，都染着那个黑发，但是从他们面容上来看，应该上了年纪的长者，就看他们挺直腰板，然后神情松弛的点一点这种蒸包，然后一碗这个牛肉面，再2个那个牛肉加羊角，是，然后呢，它是慢慢的掰一点，吃一点，喝一点的咖啡，聊天，对吧？声音也很轻，让你变成非常想象中的很舒适的老年生活。是啊，老夫妻2个人，或者是老姐妹2个人，就坐在那里，没有手机的干扰，然后2个人就是尽情的享受这些食物，然后也没有看他们满桌子点好多，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的触动我。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生理心理的一个一个城市流浪在不同的大马城市看，你讲的心理中见异思迁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共同喜欢的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这个城呢，这个 town 不能太大，然后呢它呢又不能太内部拥挤塞车，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太小，它总体呢是安静的，它必须要有好吃的，对吧？尤其是我们爱吃的这些东西它的有医疗资源，有自然资源，这个住着空气环境都很舒服，这好像都是我们共同喜欢的。当然物价也要平一点是吧？是，而且尤其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生活到现在的这个第4个年头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莫名其妙的变化是从今年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健身了嘛，非常努力的去健身。像我们2个都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最近真的有点健身着迷的感觉，特别是清晨
在外面散步和在健身房里面做力量训练，所以好像能够在外面清晨能够去散步的这种感官体验，对，也是很重要。所以最近去的这几个都非常的棒，这就使得我们对我们未来啊中老年之后该如何流浪，该如何心里再去见异思迁，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你看我们这个未来啊，大马实业可能要有一些变化了。那么是什么呢？首先排除了一个固定的很多中国人吧，或者在华人心中都有的一个思想，叫做什么？叶落归根啊，对，叶落归根啊，就是你要回到你的家乡，回到出生的地方，像三文鱼那样的生活啊。这个我们好像破除了，就像我们采访的这个沙巴的一位博主孙哥他说的。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来这边旅居之后，我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我觉得我希望把自己的身体能够养好，将来我的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我过一些有质量的、能够自己抵御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要去麻烦自己的孩子。对。然后将来的话，我希望是能够快速的，就是善始善终，不要得那种慢性病，非常折腾人的。所以现在我就要为我的健康进行储蓄。对，那么。你看我们不是一棵树，所以我们不想要叶落归根，也不像孙哥说的叫也落地生根。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根，我们未来呢，告诉大家，我们想过一个叫蒲公英计划，就是可以老年人的这个 nomads 的生活。是我们今天在路上还在说，我们可能喜欢的这个城市，我们以后就可以去每年去住上几个月，然后再搬到地方去，在某处可以去很多地方，对吧？就是年纪大了也可以，不是说他是年轻人的，他是 FIRE 以后40岁到70岁之间的专利啊，并非如此。是的，而且就是你发现来了马来西亚之后，你改变了上海的那种生活模式，你会发现说，好像在某一个新的地方去旅居，开始生活也不是不可能的。对啊，甩掉小孩不是？对，小孩没有几年他就有他自己的生活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更自由，包括我们不管是从这个理财方面，还是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上面，我们都在渐渐的培养自己这个可以随遇而安去生活。目前卓有成效。需要什么呢？需要当然需要理财，能够远程工作，身体要自由。然后呢，你的心灵也要自由，要精简极简。同时你看要有强健的体魄，要锻炼身体，还有开放的心态，愿意在不同的地方去探索，不停止这样的探索，把自己未来规划成一个老年蒲公英。对的。还有就是明白说，生活不是物欲上的享受，对吧？该花花该省省，我们也在用极简的方式贯彻到旅行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是很简单，很好这次一人一个背包就出来了，非常好对，好的，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收获，来到了亚庇，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来亚庇，应该是下回再来，开始。下回我们来爬神山，听说山上还可以住个1晚2晚，多好。对，你今天早上不是还查了吗？我们可以自驾去文莱。对，但是那个比较难，因为这个涉及到大马车的出境还有保险跨境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到文莱重新租车，或者你个飞机降落到文莱的机场，再重新开始去探索一下文莱也是可以的。是的，还有你看亚庇这里随处可见的各种各样的码头，好像据说可以去出海，去到某个小岛上面去过上半天，然后再回来。对，这个都可以抛开小孩之后，我们也两个单独来享受一下。好的，我想在岛上住一下。我也很想，试一下帐篷，赶海，试一下没有那种夜生活，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这种生活。对，那个1天我觉得是不够的，差不多要3-5天你才能够沉静下来。那重新去一下文东的那个小木屋也可以吗？好，对，文东也是忘了说了，以后再说。好，好，谢谢大家，拜拜。